这个第一天上班的银行女职员，就在她推开门刚想上楼的时候，却被楼下发出的异响而吸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于是她就不受控制地伸出头向楼下看了看。就在她小心翼翼来到楼下的时候，眼前的一幕顿时吓坏了她。只见银行库房的保险门却大开着，里边有人正在把库房中的大量现金装进了书包。然而就在她回过头刚想呼喊的时候，却被人从后面给直接勒死在了那里。但令他更加想不到的是，身为银行库管的另一名职员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即便他奋力地帮着劫匪装钱，但终究还是难逃一死，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在几天前，这个作案团伙趁着夜色刚刚打劫了一对新婚夫妻。不过值得万幸的是，新郎的头部被劫匪打伤，新娘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就在警方问起这群劫匪样貌特征的时候，新娘却支支吾吾的，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大约1.7米8左右，我记不清了。别着急，你们再好好的想想，你们提供的情况越具体越详细，对我们的破案越有帮助，知道吗？在警方的询问下，新娘便把他们被打劫的具体经过如实地告诉了警方。据新娘所述，在他们的新婚之夜，新郎抱着他们家的祖传宝贝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什么呀？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这可是几百年前的物件，过去皇上在宫里使的，现在摆在故宫也不寒碜。真好看，挺值钱的吧？那是，至少值10几万。10几万呢？美元，10几万美元。10几万美元，这么值钱啊？你妈给你了？这是给咱俩的。这可是咱俩的银行，明天咱俩去买个保险柜吧。来，咱们干一杯。在这个浪漫而又温馨的夜晚，夫妻俩守着这么一个值钱的宝贝，便很快进入了梦乡。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抢劫团伙已经来到了他们卧室的门前，正在小心地拨弄着门锁。别动！你这还干什么？别动！别动！让我砍死你！住开！但就在劫匪发现了他们藏起来的宝贝的时候，新郎刚想制止，就被其中一名劫匪用枪柄给打晕了过去。这群穷凶极恶的劫匪把这对夫妻家中的财物打劫一空后，临走的时候又把新娘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以及手上的手链和戒指也一并给掳了回去。为了尽快的侦破案件，把这帮劫匪给绳之以法，警方让新娘辨认了劫匪作案时所拿的手枪和这把枪的相似之处。新娘经过仔细辨认后，告诉警方说，劫匪就是用这种样式的手枪把他们夫妻俩给打晕的。然而就在警方为侦破案件奋力寻找线索的时候，这群劫匪正在为他们的战果而高兴。但令警方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群劫匪的狼子野心远不止这些小打小闹。用这帮劫匪的首领张子贤的话来说，这也就是练练兵，试试手，说稳点儿，叫出世牛刀。正在说话的这名男子名叫张子贤，正是这帮劫匪的首领。他为人心狠手辣，具有很高的反侦查意识，做起事情来从来不留后患。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即便是张子贤心狠手辣，可就在他把打劫来的宝贝出手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辛辛苦苦打劫来的宝贝却被这群人给黑了，1分钱也没有拿到。张子贤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潇洒地离去。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让张子贤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这社会，你没个闯劲儿，没个狠劲儿，你能干什么？在张子贤的怂恿之下，一个疯狂的抢劫计划便酝酿而生。自从上次作案后，已经好多天过去了，以抢劫为生的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哎，我说，咱们得闲到啥时候啊？我这手可痒的不行了啊！哎，我也琢磨着，上次这种小打小闹练练手还行，可老这么一路小屁，没什么意思。咱每人得有500万，才能活出个人样。这人呢，怎么都是活啊？与其抠抠缩缩呀，还不如整把大的。
我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求。手下们一听说又要开始行动了，则显得异常的兴奋，他们要对银行开始下手了。但张子贤认为抢劫银行并非小打小闹，危险系数太大，如果计划出现失误的话，将会把他们置于在危险之中。但手下们认为，要想干大事就不能怕死，只要计划周密，就能做到全身而退。可手下们哪里会知道，张子贤早就打起了要抢劫银行的念头，眼看着手下们愿意跟着他干，张子贤便胸有成竹地说道：“这银行啊，不是不能弄，关键看怎么弄。不到万不得已，咱别走这步。我看行，就听你的。法律还有规定，一般的抢劫3到10年，但凡抢银行就10年以上，弄不好就是死罪。”张子贤所说的这些话当然有着他的用意，他之所以说出抢劫银行所存在的风险，一是要看看手下们的反应，二是要警告手下们，行动一旦开始就要按照他的计划严格的执行下去，不能有一丁点的疏忽大意。可令手下何为万万想不到的是，张子贤所要选择的作案目标却正是他所工作的银行。张子贤让手下何为尽快地画出他们银行的保安配备以及银行库管的分布情况。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张子贤抢劫银行的计划已经正式开始了。为了让他们的计划顺利的实施，张子贤便非常郑重地告诉手下们说：“提醒一下，咱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事，千万小心。” 2天后，在银行工作的何为很快就弄到了银行的内部构造图。行动一旦开始，何为就会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把银行内的监控系统全部关闭。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何为告诉张子贤说，在银行的柜台内，一般情况下不会放有大量的现金。要想搞到大钱，就必须进入到银行内的库房中。如果行动一旦开始，银行的库管员从里边把库房反锁后，即便是他们用炸药也很难打开库房的防盗门。也就是说，他们要想顺利地完成这次的抢劫计划，就一定要搞定银行的库管员。老谋深算的张子贤认为，是人他就会有缺点，只要能够拿捏住银行库管员的软肋，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帮助他们去完成抢劫计划。张子贤从何为的口中了解到，身为银行库管员的孟宪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孟宪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好，下班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喝酒打麻将。他好打麻将，总想在桌牌上赢钱，可是他总是输得多，赢得少。为这事儿，老婆总跟他干仗。哎，那咱能不能把他也给拉进来？不好吧？要是跟他说了，他不干，再把事儿给捅出去。他要是不干，没等他说出来，就先把他干了。他要是干着，那也不能留着他。这种人啊，留着就是祸害。这就是张子贤为人处事的准则，凡是对他有生命威胁的人，即便是自己的同伙，他也不会放过。随后，在何为的撮合下，身为银行库管员的孟宪开始和他们这个作案团伙打起了麻将。殊不知，他却掉进了别人所设计的陷阱之中。几圈麻将下来，身上的钱财就已经输了个精光。孟宪可是我大哥，你是不是太黑了？别，这都不说嘛。这孟哥有钱，守着银行的也不是钱，那可是公家钱啊！啥公家钱呢？就看你敢不敢弄了。这个哥们儿我早他妈下手了。同伙说出的这番话，却瞬间激起了孟宪搞钱的欲望。到了第2天上班的时候，身为银行库管员的孟宪看着眼前所摆放的大量现金，他的内心开始动摇了。面对张子贤以及同伙的邀请，孟宪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来到一个酒吧，和张子贤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商量起了一夜暴富的抢劫计划。然而他并不知道，他所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犯罪团伙。也就是说，行动一旦正式开始，张子贤定会取走他的小命。搞定了银行库管员孟宪后，同伙正高兴着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张子贤说出的一句话却招来了兄弟俩的不满。这事要想万无一失，何为得挨一枪？为什么？不行，这绝对不行。那你要觉得这事儿不行，咱们就算了。张子贤，你说走就走，费了半天劲儿玩呢。那你说怎么办？银行被抢，有关的银行职员全死，
就何为那事，公安局不会怀疑他吗？公安局要是把他拽出来，咱不全他妈完蛋？你抢那么多钱有屁用？何为万万想不到，张子贤精心策划已久的银行抢劫计划竟然会有这么一出。张子贤非常肯定地说，只有何为中枪，才能把这次里应外合的抢劫计划伪造得天衣无缝。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大梦，何为他也只有无奈地问道：张哥，到时候会怎么样？如果要干的话，近距离45度打下腹部。第一，不会有生命危险；第二，不会损伤到你的脊椎，只会让你失血导致休克。这种失血要持续4到5个小时才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小时之内你就会被送进最近的一家医院，所以你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身为哥哥的何必，他还是担心弟弟会出现意外。可张子贤告诉他们说，这是唯一的办法，要干的话就必须按照他的计划严格执行，如果不干的话，他就会立刻取消这次的抢劫计划。可见已经在弦上了，就不得不发。无奈之下，何为也只有对哥哥说道：哥，我不会出事的。就这样，一个疯狂的银行抢劫计划便正式开始了。到了第二天，银行大厅内人来人往，和往常一样正常的为顾客办理着业务。在这个看似非常平静的银行大厅内，即将发生一起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抢劫案。在下午的2点40分左右，犯罪团伙中的2名成员早就潜伏到了银行大厅内，观察着里边的一举一动。就在这个时候，身为银行职员的另外2名同伙何为和孟宪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子贤的行动指令。当时间来到下午2点46分的时候，银行的柜台上已经摆满了大量的现金。就在这时，抢劫银行的策划者张子贤正在慢慢地向银行走去。只见张子贤推开门，随即扯下了戴在头上的面罩，并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潜伏在银行大厅内的2名同伙看到后，也立即开始了行动。银行大厅内的2名保安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瞬间就被2名犯罪分子放倒在地。银行大厅内顿时乱成了一团。就在这时，张子贤一枪打爆了银行的玻璃门，便立即走进了柜台。突如其来的这次抢劫却把一个女人吓得嗷嗷大叫，但在张子贤的恐吓下，女人便顿时安静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男子正想掏出手机报警，找死！就这样，一个无辜的生命又再一次的死在了张子贤的手中。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身负重伤的银行女职员正在奋力地向银行的报警装置爬去。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另一名银行女职员推开门，刚想上楼的时候，却被楼下发出的动静而吸引。缺少安全防范意识的这个漂亮银行女职员便立即下楼查看情况。可她万万想不到的是，她的一举一动却被躲在一旁的何为给看得清清楚楚。处理完这个银行女职员后，她便跟着哥哥来到了银行库房。而这个名叫孟宪的银行库管员，为了实现他的发财大梦，还正在卖力地帮着劫匪把成捆的现金装进了书包中。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毙命的一枪。他或许到死的那一瞬间才会真正的明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就在抢劫计划进行到下一个环节的时候，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却对自己的亲弟弟下不去手了。眼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如果再不果断的执行计划，定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不能做到全身而退。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张子贤果断地做出决定，让何必先离开这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处理。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从开始酝酿这次抢劫计划的时候，张子贤就没有打算让何为活着离开这里。只见张子贤迅速地端起手枪，朝着何为的左胸部位就直接打了过去。中枪后的何为，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经为时已晚。这帮心狠手辣的犯罪团伙，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直接就造成1人受伤，6人死亡，抢走现金285万。就在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帮劫匪却已经完成抢劫计划，做到了全身而退。纵观整个作案的过程来看，张子贤他也并非正人君子，因为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他做到了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就连和他同生共死的手下他也不会放过。按照他的凶狠程度以及精于算计的心思上来看，如果走正道的话，或许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犯下的罪孽迟早都是要还的。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像张子贤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精于算计的人，他们的脸上并没有贴上坏人的标签。好了，今天的这个案子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